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 AI 工具，让我彻底放弃 PowerPoint，是目前市面上所有 AI 生成 PPT 的应用当中最好的，没有之一。那么接下来我就带大家演示该如何操作这款应用。首先，我们进入 Gamma APP 的官方网站，这里 Sign 我们直接选择 Continue with Google， 直接选择用 Google 账户登录就可以。那么首先我们来到了欢迎页面，那么我们这里直接选择 Personal 个人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在公司里面有小伙伴需要团队协作的话，可以选择这个 Team of Company。这个 Workspace Name 我们可以输入我们的名字，那么就 Create 建立。那这里面我们一般选择第三个 For Personal 个人使用就可以了。What kind of work do you do？ 我们这个选择 Creator 就可以了。这个选项不用填，然后我们 Go Start。到了开始环节，如果大家不习惯英文的话，可以点击右键翻译成中文。我们是使用的 Google 浏览器内部的翻译器进行翻译的。首先我们选择最左边的，就是幻灯片。那么它希望我们输入这个幻灯片的主题，比如我们输入一款红酒产品的简介。那么接下来这是 AI 给我们的大纲，我们可以看一下大纲有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对大纲进行删除、增加或者修改。比如说我们在最后增加一项如何购买。那么注意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语言。那我们这里就选择简体中文。那么接下来我们点击继续。那么到了这个环节是让我们来选择一个主题，这个我们不用管，因为后期还可以继续进行修改。我们直接点击继续。那么现在就是 AI 具体生成文字跟内容的过程。那么这里面提示生成的过程当中，请勿关闭此选项卡，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内容现在已经生成完毕了。接下来可以先对主题进行更改。那么上方第一个键更改主题。我们随便选择一个主题。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展示按钮，就是我们播放 PPT 的意思。那么点击展示。这里面需要强调的是，它有一个聚光灯的功能。我们直接点击聚光灯，或者按键盘的 S 键，整个界面就会形成一个明暗的关系。它会按照我们讲解的顺序进行一个明暗关系的一个变化，这样可以保证我们讲解起来条理性更强，同时观看的人也可以时刻注意到我们讲解到了哪里。那么这个功能其实在 PowerPoint 里面也可以实现，但是如果你要想实现这个功能的话，操作起来会比较复杂，因为你需要逐条去设定它进入的方式，会比较费时，可能没有1-2个小时你实现不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关闭了展示按钮。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把鼠标挪到最左边，就可以弹出大纲的内容。那么我们可以调整每一个卡片的位置。同时，我们点击右面的选项按钮，可以复制或者删除卡片。那么其次，这里面所有的文字内容我们都是可以自行去更改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右方的按钮。首先这里面有一个人工智能编辑，我们打开以后会看到这里面会弹出一个 AI 的对话框。
我们可以直接跟 AI 说，我们需要修改哪部分的内容，或者它本身会有一些提示的修改意见。比如说，我们觉得这里面的图片不是很合适，那么我们可以说，可以给我更换一些图片吗？那么 AI 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去检索一些适合我们的图片。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图片合适，我们按住它拖拽到这个位置，需要更换的图片的位置就可以了。那么另外我们看到这一部分，如果我们觉得，比如说我们觉得它下面的文字有点过于啰嗦了，我们想让它更简洁一些，形成一个排比的关系，能否为我生成匪句？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AI 帮我们调整了文字，让这个文字更简短，更有一些诗意，而且有一些对比的关系，这样看上去可能会更明了一些。那么我们还可以在这张图，比如说我想要添加一些表情符号，大家可以看到 AI 帮我们自动添加了一些表情的符号。那么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不如原来的效果好的话，右侧我们可以选择原来的，就是可以调选到之前的一个状态下。那么比如说如何购买处，我们这部分因为我们是销售红酒的，可能会有一些外国的客户，那么要是这部分可以修改成中英双语吗？大家可以看到，那么 AI 帮我们自动添加了英文，这样就省去了我们再去借助一些翻译软件再来添加英文的一个麻烦，增加了我们的工作效率。这是 AI 编辑的功能，当然它有很多功能啊，这个我就不在这里过多的为大家去演示了。那么下一个选项是卡片模板，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文字下面我们还想增加一个标题，那我们可以选择标题卡，拖拽到这个位置。那么我们随便在这里面编辑一些文字，目前全国有300家门店，100万、1000万稳定客户，等等等等。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如果我们不点的话，它平常是一个缩放的功能，这样会使我们的页面看上去更简洁。那么当我们把鼠标停留在点击以后，它会自动把这一个部分放大，那我们里面的内容会更清晰。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啊。那么卡片模板除了标题，还有带按钮的卡片以外，还有一些带有图片的，包括它的图片位置有很多的选项，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一个添加。接下来是一个文本格式，那么文本格式除了一些标题正文的格式以外，它还有一些列表，另外还有一些代码。这个 Gamma APP 是直接可以添加代码的，我们将代码程序直接写入这里面，它就可以正常的去运作了。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实际的测试，它这个代码演示的功能
并没有预期当中那么好。接下来还有标注框，还有一个布局的选项。通过布局，我们可以调整整个页面的一个形式。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是视觉模块，在这里我们可以添加一些表格或者一些时间线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水平的时间线，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去对这个文字去进行修改，包括我们还可以直接添加这样的图形，然后可以在这个部分对图形的内容进行一个编辑。那么这个就是生成好的一个图形，当然我没有具体去编辑这个内容我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添加图片的功能，那我们可以直接将我们需要的图片上传，也可以直接从网页上去搜索图片，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 GIF， 比如说我们收一个惊讶。那么它就可以自动添加一个这样的 GIF， 包括一些图标的按钮，我们也可以去添加，这里面都可以搜索，我就不演示了。包括这里面有一个画廊的功能，就是我们将图片、视频可以整体的嵌入到一个页面当中。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图片进行一个拖拽因为我没有预先准备这个红酒的图片，我就把我之前视频的一些封面图上传了，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图片添加进去以后，它会进行一个自动的排版。那么如果我们要具体查看哪张图片的时候，我们可以鼠标点击它，那么它就会生成一张大图，同时下面也会让我们去选择其他图片。这个功能也是比较方便的。那么另外它还有嵌入视频的一个功能，包括本地的视频，还有一些常用网站的视频，包括一些音乐也是可以嵌入的。那么同时它还能嵌入一些应用程序，比如说网盘 PDF 的文件，包括 Office 365也是直接可以嵌入的。那么最后就是可以添加一些表单跟按钮。那么通过这些简单的操作，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完成一个PowerPoint 一个幻灯片的一个制作。同时它的强大在于它这个人工智能编辑功能，可以像我们使用 ChatGPT 一样，跟它提具体的要求，让人工智能帮助我们去修改内容，从而大大增加我们的效率。那么目前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使用这个 PowerPoint 去制作这个幻灯片了，基本都是在用 Gamma APP。但是微软已经发布了官方通知，就是在不久的将来，整个 Office 全家桶里面也会添入 GPT-4 引擎的 Copilot， 到时候的 PowerPoint 可能在功能上也会有一个质的飞跃。但就目前而言，至少我觉得从功能以及一些智能化的一些操作上来讲，我觉得 Gamma APP 是目前所有产品中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款产品。那么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我是大岳。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可以为我点赞、分享、订阅，谢谢大家，拜拜。From up here, the world seems small. We can sit together.